从庄子徐无鬼篇看管仲见乡历史深处的智慧与启示。大家好，我是明德君。在历史的长河中，春秋时期宛如一颗璀璨却又布满硝烟的明珠。在那个英雄辈出、思想激荡的时代，发生过无数影响深远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庄子徐无鬼中管仲见相的这一段。管仲这位春秋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在好友鲍叔牙的举荐下，登上了齐国政治的舞台，开启了一段传奇的治国理政之旅。当时管仲身处鲁国齐桓公与鲍叔牙，担心鲁庄公强，先重用管仲，于是精心策划了一场追讨罪犯、引渡管仲的行动。事实证明，鲍叔牙独具慧眼，管仲到了齐国后，大力推行政治经济改革，还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先后让鲁、宋、陈、蔡等周边国家归附，成功辅佐齐桓公登上春秋五霸之首的宝座。有管仲这样一位能文能武、综合能力超强的相国，齐桓公想不成就霸业都难。然而盛景难以永远延续，管仲的年纪越来越大，齐国要想长久保持霸主地位，就必须提前选好相国接班人。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管仲病重，齐桓公前去探望，终于说出了心中长久以来的忧虑：您的病已经很重了，要是真到了危急时刻，我该把国家托付给谁呢？管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您心里想交给谁呢？齐桓公想都没想就说鲍叔牙。管仲却立刻反对：不行，鲍叔牙为人清正廉洁，是个好人，但他也有明显的缺点，他从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亲近，而且一旦知道别人的过错，就会记一辈子。让他治理国家，对上会约束国君，对下会忤逆百姓，这样很快就会得罪国君，难以长久执政。齐桓公接着问：那谁可以呢？管仲回答：实在没办法的话，席鹏可以。席鹏身处高位时，能忘记自己的地位，十分随和，在百姓之中又能得到爱戴，吸引众人追随。他以皇帝为榜样，常常自愧不如，非常谦虚，还总是关照不如自己的人，可谓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能用道德感化他人的事；圣人能用财物周济他人的事。贤人，席鹏既是圣人，也是贤人，而且贤人若以贤人自居，凌驾于他人之上，很难获得拥戴。席鹏却能谦恭待人，所以深得人心。他对国事不会事事都去听闻，对家事也不会事事都去看顾，实在要选，席鹏可以担当大任。这个故事讲完，大家可能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管仲和鲍叔牙是至交好友，没有鲍叔牙的举荐，管仲当不了齐国相国。可如今管仲病危，到了推荐接班人的时候，他不推荐好友也就罢了，为何还要阻止国君任用鲍叔牙，转而推荐别人呢？这其实和管仲的法家思想有关。管仲是法家先驱，秉持不别亲疏、不输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一切以法为准绳。而春秋时期的法主要是为了富国强兵，这一理念在他们早年交往中就有体现。管仲年少丧父，家境贫寒，和出身贵族的鲍叔牙合伙经商时，鲍叔牙出了大部分本钱，可赚钱后管仲却拿走大部分利润。参军打仗时，管仲又多次临阵脱逃，鲍叔牙却都能理解包容。管仲曾感慨：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从现代眼光看，管仲的行为似乎有些自私，但在当时春秋战国，战乱不断，没有统一的行为标准，法家追求利益最大化。鲍叔牙正是看中了管仲这一点，才举荐贴。而且管仲之前也曾推荐鲍叔牙担任大谏负责，监察官员，提出建议，因为这个职位适合清正廉洁、明察秋毫的鲍叔牙，而相国之职需要做事圆滑。鲍叔牙性格刚正，容易得罪国君，反而会害了朋友，误了国家。第二个疑问，为什么管仲觉得谦恭有礼的席鹏比清正廉洁的鲍叔牙更适合当国相呢？管仲说：其余国有不闻，也家有不见也。意思是当好国相不能事事都管，道家强调自然事物有自身运行规律，不应横加干涉。席鹏能做到这一点，而鲍叔牙为人严厉，容易陷入细节，比如去限制国君的小毛病，关注民间百姓的小矛盾。这些琐事若都由国相亲自处理，那肯定做不好国相。其实庄子这个故事并未讲完，齐桓公还向管仲提到了开方、易牙和树雕这三个宠臣。开方是为国长公子放弃储君之位来侍奉齐桓公亲爹去世都不回去。易牙是齐桓公的厨师，听闻齐桓公想尝人肉的味道，竟将自己孩子烹了。树雕为了能时刻服侍齐桓公，自行阉割。管仲坚决反对重用，他们认为这些人为了利益，连自己
和亲人都能出卖，不可信任。齐桓公起初听从了管仲的建议，将他们驱逐。但管仲去世后，席鹏也很快病故。3年后，齐桓公召回3人，并加以重用。结果这3人专权乱政，最终让齐桓公落得个被饿死的悲惨下场。庄子在讲述时选择断章取义，重点突出鲍叔牙和席鹏的对比，以此展现自己无为的政治理念。他借这些历史人物之口，阐述自己心中的施政理想与理想官员形象。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看到古人的智慧与处世哲学。在生活里，我们也会面临各种选择与判断，就像齐桓公选择相国一样，不能只看表面，要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我们交朋友也应像鲍叔牙和管仲一样，相互理解，相互成就。在工作中，当我们担任不同角色时，也要清楚自己的职责范围，不能事事亲为，要学会把握关键。就如同席鹏当国相，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历史虽已远去，但这些故事里的智慧依旧能照亮我们今天前行的道路，为我们的人生选择提供宝贵的借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管仲见相的故事虽已历经千年，却依然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与感悟。在当今职场中，管仲见相的智慧同样有着深刻的映照。许多企业在选拔管理人才时，常常会陷入类似齐桓公的困境，比如有些企业倾向于选择那些业绩突出、能力出众的员工担任管理岗位，就如同齐桓公认为鲍叔牙清正廉洁便适合为相。然而，这些员工虽然在专业领域表现出色，但可能缺乏管理所需的综合素养和人际交往能力。他们可能像鲍叔牙一样，过于坚持自己的标准，难以包容团队成员的不足，最终导致团队内部矛盾丛生，无法实现整体的高效运作。相反，那些懂得尊重他人、善于协调各方关系、能以大局为重的管理者，才更有可能带领团队走向成功。就像席鹏以谦恭之态赢得众人拥戴，助力国家稳定发展。从团队协作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一个团队中成员各有特点和优势，就像春秋时期齐国朝堂上的众多臣子，如果团队成员都像鲍叔牙那样，只愿意与和自己水平相当或更高的人合作，那么团队的凝聚力和协作效率将大打折扣。而一个优秀的团队应该是包容多元的成员之间相互学习、相互支持。领导者更要像席鹏一样，懂得发挥每个成员的长处，忽略一些非关键的小瑕疵，让整个团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再将目光投向教育领域，管仲见相也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老师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学生，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就如同历史人物各有其优缺点，老师应该像鲍叔牙理解管仲那样，理解学生的处境和特点，因材施教，帮助学生发挥优势，弥补不足。同时，在选拔学生干部时，也不能仅仅看重成绩，而要综合考量其领导能力、沟通能力和责任心等，选拔出真正能够带领班级积极向上发展的学生干部，就如同选择合适的相国治理国家一样。回顾管仲见相的故事，我们会发现，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一面镜子，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当下的自己和社会。它所蕴含的智慧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持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我们应当珍视这些历史故事，不断从中汲取养分，让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源源不断的思路和方法，引领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让古老智慧融入生活点滴，从待人接物到重大决策，皆以史践行，成就非凡人生。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